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宝。感觉上班以后，每到圣诞节，我就像圣诞老人黑心工厂里面的苦命精灵一样，天天加班。不过话虽如此，每年这个时候好像不画点糖霜小饼干，就像少了点什么。今天我们不讲某一个图案的饼干具体要怎么做，而是从整体上讨论糖霜饼干制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。既然是圣诞节，今天我们就来制作一款非常简单好操作的姜饼。以涂上这条线为基准，线左侧的这一部分煮到融化，大概手摸上去暖暖的但不觉得烫的程度，大约是45度左右，再加入过了筛的粉类就可以了。混合好的面团质地会非常的软，放到冰箱冷藏1小时以上。这个质地怎么看都感觉很微妙啊。我是提前1天做好放在冰箱里冷藏过夜，这样子它的延展性会更好。在案板上撒上干粉，均匀的把这个面团擀开，擀到大概是2毫米的厚度。因为这个面团非常的软，所以我会把它放在冰箱里大概冷藏半个小时左右。接下来把面团切成想要的形状，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：有模子的当然用模子啦，简单快捷，切线整齐。第二种，有简单的模具，但是不是圣诞主题怎么办？毛主席说得好，发挥主观能动性嘛。2个大小不一的圆模，一个圆形裱花口，一把小刀，你就可以做出这样的雪球雪人。另外，同一个切模完全可以做出不同的饼干，比如它看起来虽然是只火鸡，装饰过后也可以变成圣诞老人。我们只需要多一些想象力而已。第3种情况，我真的什么模子都没有啊。你可以手画或者是打印一些图片，然后把它剪成一个纸样，然后按着纸样的形状在面团上切出相应的形状就行了。整形完毕后冷藏20分钟，170度烤8分钟左右，等到饼干冷却以后再开始装饰。都不想做的话，也可以买现成的饼干。接下来我们来制作糖霜。糖霜的做法非常简单，你可以用水加蛋白粉加糖粉，也可以用蛋白加糖粉。推荐使用巴氏消毒的盒装蛋白，不管你用哪一种，都是所有的材料混合在一起，用打蛋器打个1-2分钟左右。尤其是蛋白粉不打匀的话，可能有一些比较大的颗粒，最好是打时间长一点。接着我们来调整糖霜的质地。至于如何调节，就像我妈告诉我的和面8字真言一样，要稀加水，要稠加面。在这里也是一样的，加了糖粉它会变稠，加蛋清或者水它会变稀。当然了，一次别加太多，不然就像我当年一样，最后和出了一海盆。通过这样的调节办法，我会准备出3种质地不同的糖霜。首先是稠度适中，搅动产生的花纹不会立刻消失的一种，适合于勾线以及细部的装饰。第2种是非常浓稠的质地，几乎就像是那种固体的奶油一样的质地，可以用裱花口挤出一些带纹路的装饰。最后一种是这样非常稀的质地，可以看到搅动产生的花纹非常快的就消失了。这种一般用于大面积的上色。有人会用勺子或者是直接用饼干去蘸，我觉得这样不会太均匀。我个人的习惯是用裱花袋把它大概的挤满，再用笔或者是牙签把边缘给过渡整齐。接着在此基础上，我们可以加上色素来调色，但是切记，如果你使用的是水基的色素的话，它本身也是液体的一种，也会稀释你糖霜的质地。所以在加颜色之前，千万不要把你的糖霜调得太稀。在干燥环境下，糖霜非常的容易干，如果你暂时不用的话，一定要用保鲜膜把它裹好。接下来就可以把糖霜放进纸裱花袋里进行装饰了。还不会做的同学，快去看第1集补课哦。我大概布置好了我的工作区域，现在我就开始装饰了。你可以简单的用点或者线就装饰好一块非常简约又漂亮的饼干，也可以先勾勒边缘，然后铺底色，等底色干了以后再上另一层装饰，或者是可以像这样用刷子刷出不同的质感。你实在是不想画画，也可以写字。我曾经给一个讨厌韭菜的朋友写了这么一个饼干。之前我经常能在 B 站的弹幕上看到散了，要工具的，要机器的，怎么样的。当然了，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在玩梗而已，但是总有一些人他其实想做，但是没有专业的工具或者材料，然后就被劝退了。如果说我的视频能够帮助到这样一些人，我觉得就很值得了。因为很多时候只需要就是想一些小窍门啊，就能给生活多增加一些甜蜜和色彩。甜品是这样，人生也是这样。所以希望看完视频，如果你有一些心动的话，就大胆的去尝试吧，不要被工具和条件所局限。愿你的生活也甜甜蜜蜜。别忘了关注和3连哦，谢谢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张大宝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